大家好，我是大鱼。最近福特公司是麻烦不断，从质量控制问题、召回行动到满足顾客需求的困难，福特似乎陷入了困境。最近一起针对福特混合动力车的集体诉讼浮出了水面，原告声称他们购买的福特混合动力车辆的发动机可能会突然的起火，这让公众的舆论再次聚焦到了混合动力车的安全性上。混合动力车更容易自燃吗？混合动力车的性价比高吗？今天我们将围绕着混合动力车展开讨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福特混合动力车自燃事件，第二是混合动力车的优劣，第三是混合动力车经济环保吗？关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重要的分析。 OK，Let's go。第一部分，一场集体诉讼的指控，福特插电混合动力车辆存在着自燃风险。这起诉讼由 Hoggins 伯曼律师事务所代表6名原告在美国的底特律发起。原告声称，福特和林肯的搭载 2.5 升发动机的插电混合车辆可能会发生爆炸，并且引起火灾。诉讼指出，福特公司销售的装备有缺陷引擎的车型可能会发生机体的破裂，也就是发动机卡死，并且导致发动机的连杆或者是连杆轴承的断裂。这些零件可能会被甩出发动机本体或者是油底壳，造成发动机的严重损坏，甚至可能引发火灾或者其他的安全问题。这也就是导致福特混动车自燃的重要原因。原告指责福特公司早就知道存在这些问题，并且还发布了一项召回行动，但是召回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安全问题。诉讼称，除了6名原告之外，这个问题还可能要影响到 12.5 万辆车，具体而言就是部分2020年到2023年的福特锐际和 Maverick 混合动力车型，以及林肯冒险家的混合动力车型。福特 Maverick 是首款紧凑型的皮卡，目前在中国市场没有销售，但是福特锐际和林肯的冒险家在中国有销售，而且锐际的销量还比较大。原告当中的一名锐际车主和他的妻子在亚利桑那州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辆着火事故，他们在火灾当中侥幸的逃脱。福特对这个起诉的回应是，他们已经实施过修复的措施，同时福特也暗含一些对车主的责备。福特的发言人表示，在发动机出现故障之后，福特得知仍有车主继续驾驶车辆。双方肯定是各执一词，我们需要等专业机构的检测结果和法官的最终判决。但是福特面临的这场集体诉讼让我们关注到了插电混合动力汽车可能会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也提醒了消费者和整个的行业要关注汽车安全问题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咱们来聊聊混动车的优劣。我们在分析插电混合动力汽车的优劣之前，需要先了解它的工作原理。插电混合动力车可以分成3类：串联混动车、并联混动车和双模式混动车。串联式是电动机和汽油机共同驱动汽车，相对来说更节油，但是动力上不如并联式。并联式的电动机和汽油机可以独立的驱动车轮，也可以一起来驱动车轮。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根据需要独立或者一起来工作，它可以提供强劲的动力和节省燃油。并联混动车的劣势在于电动机和发动机的控制系统复杂，成本高。双模式结合了串联和并联的特点，可以在不同的驾驶条件下选择最优的工作模式。该系统通常在低速和启动的时候使用电动的马达，以降低燃油的消耗和排放，而在高速或者需要更大动力输出的时候，内燃引擎会参与驱动。大家如果还是不太理解也没关系，你就记住它们都是一个发电机再加上一个汽油机。福特的插电混合动力车型在整体设计上符合并联式的基本原理。福特锐际 PHEV 是 2.5L4 缸发动机加上电动机的组合，它的最大功率达到了200马力，最大扭矩是177，纯电续航里程是60公里。了解了混动车的工作原理，咱们来探讨一下它的安全性。既然是2套系统，那就要讨论电动系统和燃油系统各自的安全性。从福特这次被告上法庭来看，它的问题显然出在了燃油系统。那么为什么福特一个老牌汽车制造商会在燃油发动机上出问题呢？考虑到车内空间的占用，混动车的燃油机都要进行重新的设计和调整。但是这些燃油机通常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发明，而是基于现有的燃油发动机技术进行改进和优化。经常做的调整包括降低缸数和排量，采用高压缩比提高燃烧效率，还包括增加启停技术，在车辆停止运行时自动关闭发动机，以减少燃油的消耗和排放。福特这样一个老牌车企制造的发动机会出现碎裂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多个因素的叠加，这可能会包括：第一是复杂性和创新，新一代的发动机技术可能更加的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创新和工程挑战，一些问题可能在研发和测试阶段没有能被完全的识别。
第二个因素是制造和质量的控制，如果制造和质量的控制过程当中存在问题，即使设计本身是可靠的，也可能会导致制造出的发动机零件存在重大的缺陷。第三是市场竞争和时间的压力，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汽车制造商可能会面临时间的压力，这可能会影响到设计、制造以及质量控制过程当中充分的审查和测试。还有一个因素，也就是福特提出来的车主的过度使用或者是不当使用。如果车主在使用过程当中忽略了制造商的建议，比如说长时间高负荷的驾驶或者是不合理的维护，发动机就可能会受到额外的应力，进而导致零件的疲劳和碎裂。当然，具体到福特发动机出现问题，肯定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推给车主，但是我认为造成事故很可能不是单一的因素，很可能是多种问题的叠加，最后导致车辆的自燃。其实说到混动车的安全性，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电池。混合动力汽车一般使用3元锂电池或者是磷酸铁锂电池，但是用3元锂电池的比例更大，起码这次出事故的福特车，他们都是用的3元锂电池。3元锂电池具有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和高续航里程等优点，但是其价格也比较高，而且也存在着安全隐患。而磷酸铁锂电池具有安全性高、使用寿命长、成本低等优点，但是它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比较低，所以续航里程也比较短。从福特混动车自燃的事件当中看，没有证据表明是3元锂电池导致的事故，但是可以想象得到，在燃油机出现问题之后，极端环境当中3元锂电池的稳定性肯定要比磷酸铁锂电池要差。目前中国市场上混合动力汽车主要是使用3元锂电池，比如说比亚迪的秦、广汽传祺、长安等。当然也有部分混合动力汽车在使用磷酸铁锂电池，比如说比亚迪的宋、吉利帝豪等。随着技术上的进步，磷酸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也会被逐步的提高，它的价格也在逐渐的下降。未来磷酸铁锂电池将在混合动力汽车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最后一部分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插电混合动力汽车似乎被宣传成为城市和长途驾驶的完美选择，然而最近的一次相关机构的实测暴露了其环保性的神话。在城市环境和通勤路线上，混动车的表现均达不到预期，排放量远远超过他们的标称值。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混动车可能无法保证在城市之内实现零排放的驾驶。现在来看，虽然补贴吸引了购车者，但是实际上可能让消费者陷入了更高的总体拥有成本。所以我认为与纯电动车相比，混动车的性价比比较低。从福特汽车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它的安全性也有待探讨。所以政策制定者有必要对混动车的优惠政策进行重新的审视，在确保环保和经济的双重效益的同时，也要保障购车者的权益和安全。那么您对今天的新闻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见解。好，今天内容这么多，如果您希望对电动汽车有更多的了解，请点赞订阅。感谢您的观看，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更新的新能源汽车资讯。